是谁在唱歌？当然是我们的赛博坦歌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军装的塑料制 X 自制变形金刚玩具分享视频。那么这一期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塑料制原创造型设计的一个经典的角色，也是很多小伙伴们童年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的威震天，他的忠实的小迷弟，传奇的赛博坦歌王啊！没错，那么这一期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塑料制 X40宇宙狂派的情报参谋 Super Soundwave。中文名称呢叫做超声波。好，那么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原创造型设计的这一款超声波它的一个造型图。那么在我们给它的这个故事设定上呢这个超声波呢，它呢是破坏大地行神威震天他的一个铁粉。为了体现出他对行神威震天的一个崇拜他身上的部分装甲呢也是仿照行神威震天的一个造型呢去进行一个设计。他的一个职位呢依旧是狂派的情报参谋那么跟行神威震天一样是3变，除了这个人形态还能够变成一个飞机形态还能变成一个显示器形态。设定中呢，它呢本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在我们原创的这个 X40宇宙，它的一个剧情设定中我们的这个超声波呢，它呢是在2025年才从 X40宇宙来到 G1 宇宙的。它呢就来了那么一小会儿因为本身呢2025呢已经是 X40故事的一个末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行神威震天被重线擎天柱用空能剑给击败。这个时候我们的超声波才来到 G1 宇宙来迎接行神威震天掩护其逃回 X40宇宙。那么玩具方面呢也是不愧为一代歌王的称号这一次呢也是有附带一个特殊玩法的。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的，那么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一款超声波它的一个玩具实物了。整体的一个造型风格呢也是我们原创设计的，整体的一个 X40的一个风格，跟 G1 的风格相比呢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它的一个头雕造型在保留 G1 的一些标志性造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一些个原创设计。整体的一个效果呢就如同这般，并且它的这个头雕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个额外的玩法的这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再来给大家展示。整个的一个造型从正面来看呢也是非常的犀利这一对巨大的肩甲这个造型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它胸部的一个装甲呢比较的破碎整个的一个造型呢也是仿照了行神威震天它的一个装甲的模板。胸部装甲零件这个方向有朝中间收拢的一个趋势配合上它肩膀两侧的一个肩甲的一个造型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它上半身造型的视觉张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胸口中央呢是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圆圆的东西的。没错，这一次它的一个特殊玩法呢是能够进行一个拍照的。胸口这个圆形的装置呢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镜头了。在它胸口镜头的一个下方呢是有一个狂派的标志的。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它这个螃蟹手的一个造型很别扭当然它这个胳膊呢实际上也是可以转到正面来就一种正常的手臂的方向。我个人是更加喜欢这样子这样子侧面摆放，因为这样子能够更好的展示它手臂的一个造型当然你正过来摆放的也是可以的这一次这个小腿的造型呢是我个人最为满意的了。整体的造型非常具有张力的同时呢整个装甲的一个走势呢也是给它做出了仿照人类的这种身材曲线的一个效果。从侧面来看呢就非常明显了，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是有给它还原出来了这种小腿肚子的。那么它整体的一个造型从侧面来看，个人感觉呢还是非常的匀称的可以看到它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背包那么这个背包呢才是这一次它的一个主要的玩点所在那么转到背面来看，它的一个主要玩法呢就非常明显了。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背包呢实际上是搭载了这么一个小型的相机的。正中间呢是它的一个屏幕右边呢是有它的一排按钮，最上方呢还有一个前置的摄像头。在另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2个插孔，一个呢是它的一个充电孔，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TF 卡的一个插槽，可以来安装这个内存卡的没错，也就是说它这个背包呢同时还集成了一个 MP3 的一个功能，能够播放这个卡里边的一些个音乐的这样子一来，我们的声波呢就成为了真真正正的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赛博坦歌王。那么按照顺序呢，我们先来展示一下它的一个可动性。那么首先头雕部分涉及到它的一个玩法呢，是可以进行一个360的平转的。肩膀部分由于它背包的一个干涉是可以实现一个超过180度的一个旋转的。
肩膀的一个侧身啊，我们将它这个肩胛呢给它翻开，整个手臂呢就能够实现一个90度的侧身。同时手臂部分可以实现一个360度的一个水平旋转。它的一个肘关节呢是可以实现一个非常标准的90度的曲肘的。这一款它有没有这个腰转呢？有的，兄弟，有的。那么这一款呢，它呢是能够实现一个360度的水平的腰转的，并且呢可以听到它呢是一个齿轮关节。下半身的可动，首先大腿根部将它这个前拳甲给它掀开，那么大腿根部是能够实现一个非常标准的90度的一个前踢的，并且呢依旧是一个齿轮关节。后踢范围是能够超过90度的。侧踢呢虽然说并不是一个齿轮关节，但是呢它呢是一个螺丝关节，它的这个松紧度呢是可以进行一个任意的调整的，并且呢它的这个大腿部分也是拥有平转关节的。非常紧实的一个齿轮关节，是能够实现一个360的平转的。它的一个膝关节部分呢是一个双动关节，将它小腿后方的这个盖板呢给它旋转下来之后它整个腿部呢就能够实现一个超过90度将近100度的一个屈膝，这个可动幅度还是非常的大的和脚板部分由于变形的缘故可以实现一个90度的踮脚，同时它的这个脚尖部分呢是可以实现一个大范围的接地的360接地也是可以的。那么身高方面，我们自然也是要拿出我们的行神威震天来跟它进行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我们的威震天比我们的声波呢是要高了大约2个头的一个高度这样子一对比，大家可能会感觉这次这个声波怎么做的这么小当然，其实并不是我们这里呢也是拿出官方的 MP44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那么这样子一对比呢，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我们这一款超声波它将近30公分的一个尺寸，其实也并不小了。我们的 MP44大哥才到达他胸口的一个位置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既然是声波，那么他的那群小伙伴呢？他的那群磁带战士呢？有的，兄弟，有的。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有附带它的这个最强传说激光鸟的。那么它搭载在什么地方呢？胸部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摄像头。那么说到头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头部呢给它这样子拔下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激光鸟了，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将它后边这个鸟爪子呢给它翻出来。是的，没错。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款声波它的一个激光鸟了。那么整体造型也是有大致的去致敬了 G1 的一个形象的配色呢给它改成了一个灰蓝配色，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可爱的那么这样子呢就牵扯出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的激光鸟飞走之后呢，我们的声波它岂不就没有头了吗？有的，兄弟，有的。我们将它肩胛给它翻上来，然后将它原本这个脖梗子这一块呢我们给它拉出来。是的，没错，这个呢才是我们的声波它的一个本来的面目没错，它的一个头雕造型呢是有致敬我们塑料制开山鼻祖神枪它的一个头部造型的。那么同时也是为了跟它这个激光鸟变成了这个帅气的头部做出一个区别那么它本体的一个头部呢就给它设计的非常的丑陋那么这样子设计呢，就使得咱们这个激光鸟在飞出去对敌人实施一个偷袭之后呢，就不至于咱们说这个声波它本体就没有头了由于各方面的一个限制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声波呢就只给它附带了这么一个激光鸟它的其他的一些个小伙伴这一个机器狗就没有给它进行一个制作包括我们的这个迷乱最开始呢也是有给它设计的但是呢后来也给阉割掉了，也是很可惜没有办法还原我们声波的这个左牵黄右擎苍的一个场面了。那么我们也是只能拿出官方出过的这个 U 盘机器狗来稍微代替一下。那么这样子呢算是勉强的实现这么一个左牵黄右擎苍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声波它的一个武器呢就是它手上的这一根遛狗绳准确来讲呢应该是这么一根鞭子它呢也是可以握持上这根鞭子摆出这么一副老婆大人教训你的一副姿势的那么眼神好的兄弟肯定已经发现了那么它的这个鞭子呢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 USB 充电线那么我们可以将它的一头插到它背包一侧的这个接口上，那么另外这一头呢就可以插到这个变压器上对它进行一个充电。好，既然说到充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它的这个特殊玩法。我们需要长按它背包上方的这个按钮就能够将它进行一个开机。那么调整一下亮度，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它的这个显示屏了那么首先是最左上角这个照相机的一个模式，我们来按动它最顶上的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就可以进行一个拍照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对周边的这些个物体呢进行一个拍照了啊。按动上方的这个按钮，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拍摄。按动它上方的这个按钮呢，是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屏幕的一个贴纸的。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贴纸。还有这么一个万花筒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左右对称的一个效果。这个是上下对称的一个效果。这个是特殊的一些个模式了。这个黑白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红，这个是绿、蓝。好，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模式了。接着我们按动它左边的这个按钮那么它胸部的这个灯呢就会亮起。这个呢也是为了方便拍照用的。可以看到它这个亮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再按动它右边的这个按钮，就可以切换到它的一个前置摄像头的一个模式了。好，回到主菜单的界面我们往右进行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摄像机的一个模式我们确定，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录像。往右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相册我们选中它。好，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录制的这个影片了以及我们拍的这些个照片。按一下就可以进行一个播放了。然后再往下，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音乐模式了我们选中里边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音乐的。那么上下的话呢是可以调节它的一个音量。那么左右呢是可以调节它的一个下一曲或上一曲的。那么它的这个内存卡里呢，也是可以存储非常多的一个歌曲的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的这个声波呢，就成了真真正正这个名副其实的赛博坦歌王了。一展歌喉吧 ，Soundwave。好，左边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游戏模式了没错，它这里面呢也是有这个小游戏的。我们可以点开。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小游戏贪吃蛇。然后左边有这么一个俄罗斯方块，这边是这么一个打飞机的一个游戏这个是它的一个迷宫，这个是这么一个推箱子的一个游戏。我们随便来选一个贪吃蛇来看一下。
这边呢啊就是一个贪吃蛇，可以来操控它去吃这么一个黄色的这个小点儿啊。它这个操控的难度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好，这个撞死了，游戏结束。好，然后这个是俄罗斯方块，还有这么一个大飞机啊，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么一个右侧有这么一个小飞机啊，我们来操纵它来打这个飞机。也是小时候非常经典的那么一个游戏啊。坏！当然这个并不是我菜啊，因为这个隔着屏幕比较难操控啊。然后这个呢就这么一个迷宫的一个游戏，这个白色的小方块啊，我们需要给它移动到下方这个出口的位置。好像走不通啊，此路不通，换条路走。好的，通关了。那么个人还是这个还是非常挺牛逼的啊。好，我们结束。然后这个是一个推箱子的一个游戏，需要把这几个箱子推住啊，盖住这个小球。好，然后这个就是下一关了。坏了，通关不了了啊！算了，不玩了。好，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模式了啊。最左边呢就是它的一个设置的模式，这里边就是它的一个定时拍照啊，以及分辨率啊、时间、日期，还有这个音量啊一些个设置了。以上呢就是它所搭载的这个相机系统所有的玩法了啊，当然它毕竟是只是个玩具啊，那么这个清晰度啥的呢就要求不要太高了啊。整体作为一个玩具呢，个人感觉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可玩性呢也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我们的这款超声波呢，它呢虽然说造型非常帅气啊，但是呢它的变形呢就比较的抽象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个变形。那么一开始也说了，它呢是有3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它这个人形态变成它的这个飞机的一个形态。Super Soundwave。Transform。那么首先呢，我们自然也是要先将它的这个头部呢，给它这样子拔下来。好，那么它本体的一个变形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啊。首先我们先让它的这个肩甲呢往内侧进行一个翻折，然后将它这个手臂呢往外侧啊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接着呢，往上进行一个翻折，另外一条胳膊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变法啊，我们给它旋转过来，然后往上进行一个翻折。接下来呢，我们转到它的一个背面啊，先将它小腿后方的一个盖板呢往下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那么另外一条腿不要转啊，只转一侧。接着呢我们再将它整个大腿部分啊往两侧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这个齿轮关节还是非常紧的。好，旋转那么90度，接着我们再将它人形态的一个脚尖部分呢往下进行一个90度的翻折，然后往内进行一个收缩。那么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往下先翻折90度，然后往内这么一推。好，接着我们将它人形态小腿外侧这么一个黑色的装甲呢往上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那么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往上进行一个旋转。那么最后呢，我们需要将它这2条腿呢往内侧进行一个合并，通过脚尖的一个磁力点呢进行一个卡合。好的，那么我们的超声波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啊，这么一架外星的这个穿梭飞船啊，就这么变形完成了。这个载具形态怎么说呢？只能大体上能看出来是个飞机啊，对吧？这个有机头啊，有这个驾驶舱啊，还有这么2个机翼啊。除此之外呢，只能说非常抽象了啊。当然，你要是从侧面啊来看的话，更加的抽象啊。当然，毕竟是外星飞机嘛，所以说肯定跟咱们地球人的这个认知呢，多少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啊。那么这个飞机形态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趴变形嘞。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另外一个非常抽象的形态啊，它的一个显示器的形态。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将它的这个腿呢给它这样子分开，然后往两侧啊这样子打平。接着我们将它的小腿部分呢往前进行一个90度的翻折，然后往内侧呢进行一个90度的屈膝，再将它的这个脚板呢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先进行一个90度的翻转，然后呢我们先将驾驶舱呢进行一个旋转，这片蓝色的板子呢进行一个翻转。好，驾驶舱再复位，然后呢再让它这个膝关节进行一个90度的屈膝。
好，再将它这个脚板呢进行一个旋转。好，然后呢，我们再将它的这个手臂呢进行一个曲肘，好，往内进行一个旋转，它的肩胛呢给它打开。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啊，我们给它放下来，然后进行一个旋转，肩胛放下来。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超声波它的一个巨型显示器啊，那么所谓的一个显示器啊，它的一个模式了。那么这样子呢，也是为了配合它的这个屏幕的一个玩法啊，可以进行一个拍摄。哎，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实现以这么一个类似于监视器的一个效果了。虽然说造型依旧也是很抽象，但是个人感觉这个形态的互动性呢还是非常强的。好的，那么最后简单说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吧。这一款声波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是并没有打算给它这个名字前面的增加这个前缀的原本呢就是打算管它叫这个声波 Sound Wave 但是呢，也是为了跟官方的这个 T1 宇宙的这个声波呢进行一个区别我们也最终呢还是给它打算加上这么一个前缀，最终呢给它命名为叫 Super Sound Wave直译过来呢叫做超级声波。那么这一个名字它的一个灵感来源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超音战士Triumphant Bogman 当中我们主角他的一个座驾 Super Thunder Sonic Soldier Online Super Thunder Online。最后呢，也是稍微给它谐音了一下，就确定叫做 Super Sound Wave 这个名字了，也就是超级声波写作超杠声波。它前边的这个超字呢也算是变相的致敬了我们变形金刚G1的一个副标题 Cho Roboto Simate。前面的这个超字也算是一种很牵强的致敬了那么这一款超声波呢也算是我们塑料制变形金刚40周年纪念企划的最后一款作品了同样呢也是我个人在大学期间设计的最后一款变形玩具了，也是非常感谢兄弟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支持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